累了吧？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我还绰绰有余。我都可以啊，不过你要是觉得累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其实我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过2天就是我爸妈的忌日了。你和我确定关系之后，我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把这件事好好的告诉他们，所以这次我想，是啊，我这一走就是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会不会怪我没去看他们。谢谢你。虽然你说没事，但叔叔阿姨又不在，这几年你一个人其实挺辛苦的吧？这几年辛苦你了。那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我相信以后咱们团聚的时间还多着呢。这次，我们也带上叔叔阿姨的心意，一起去见我爸妈。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以前每次提到我妈妈的时候，阿姨经常念的那首诗：要么至善，要么至恶，可怜的灵魂恰恰喜好。或是痛苦，或是欢乐，因为它只为燃烧而燃烧。阿姨说，这是妈妈最喜欢的一首诗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她还特意当作摇篮曲唱给我听。是啊，所以小时候，我经常会翻来覆去地念这首诗，就好像它还陪着我一样。啊，哦，这个确实是我做的。这是我随手做的，你不用在意。我哪有什么计划？这个戒指盒呀，是我前段时间出任务使用的道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啊？不，不是，我
好了好了，我们继续打扫吧。哎，弟妹，怎么一个人来的？哎，夏燕呢？夏燕，她出事了。不应该啊，上一次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，她身体也挺稳定的。唉，弟妹，我如果猜的没错，那个戒指盒应该是送给你的。至于夏燕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你，她是有苦衷的。那天，因为要给夏燕送一份资料，我按照她给我的地址找了过去。嘿，夏燕啊，夏燕，你可让我好找，这么偏僻的地方，亏你能找到啊！哎，嘿，手艺不错啊，夏燕。这年轻人算是有天赋的。杨哥，这位是陈师傅，魏明市最厉害的首饰匠人之一。首饰？什么首饰？是戒指。为这事儿啊，这年轻人可费了不少心，来来回回都在我这儿待了快半年了。这半年，无论失败多少次，他都没放弃过。原本我还以为他是3分钟热度，没想到坚持了这么久。陈师傅，行，我不说了哈，你们聊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哎，我说夏燕，做枚戒指而已，以你的能力，还需要找人教你啊？而且，你之前不是做过一个吗？怎么又做一个？哦，之前那个太粗糙了，我想做个更好的，这才找了陈师傅。粗糙？更好的？等等，我说你小子，是不是好事将近了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准备向弟妹求婚了？怎么是这副表情啊？杨哥，我不会向她求婚的。不会？为什么？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在没能确定自己一定能活下来的情况下，向她求婚，就太自私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戒指？我原本以为和他在一起之后，你能开心一点，但这么久了，你还真是一点没变。夏燕，
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劝不住你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向他求婚吗？杨哥，其实我现在已经快乐很多了，我没有之前那么悲观了，也能对未来怀有期待了。能够保持现在这种状况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所以我不能用婚约去束缚他。夏言，那你甘心吗？我别说了，杨哥，我只是做了最正确的决定。弟妹，你和夏燕的事，原本我不应该插手。戒指也好，求婚也好，其实都是你们两个的私事。可，你就当我是自私。夏燕不只是我的病人，我也把她当亲弟弟看待。她自己不愿说，可我心疼。而且我也觉得，你有权利知道这些，不是吗？哎，你可别谢我，倒是我多嘴这事，得跟你们都道个歉。哎，现在你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弟妹，不必苛求自己。不管你和夏燕做了怎样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们。杨哥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夏燕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今天下午弟妹来找我，问了戒指的事，我就都告诉她了。杨笑，你怎么……夏燕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事儿轮不到我来说。你要是骂我，我绝不还口。现在骂你还有什么用啊？杨哥，你应该清楚，但凡他知道了那些，你说的我都懂，可是懂归懂，我没办法看着你这样。夏燕，我也有私心，我也希望你能幸福啊。杨哥，我说过了，我现在就很幸福，我很满足。你要是真的满足，何必费这么大功夫做戒指？夏燕，不如就趁这次机会，把你的想法、你的痛苦、你的纠结都告诉他吧。听听他的想法，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，不好吗？不行，我了解他，只要我问，他一定会说愿意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要瞒着他。那你呢？你付出的一切就不重要了吗？杨哥，你别再劝了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改变想法了。
打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一定很适合你。我还想过，如果你收到戒指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杨哥有一句话没说错，我怎么会不想向你求婚呢？我也是人，即使我再怎么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也还是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的。可我不能这么做。这次，就算是你，我也不会改变心意。不是，我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继续打扫吧。哎，小心一点。上次来就听说这条路要重新修整，怎么拖到现在还没修好？到了。爸妈，有段时间没见面了，我来看看你们。我最近一切都好，你们放心。每次来都是这几句话，你们也听腻了吧？所以这次，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个人。啊，你们也认识他，甚至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。就是他。我们恋爱了。你们也一定知道，她很好，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。在我犹豫、踌躇、未喜不前时，她总是陪伴在我身边。在我想要逃避时，也是她第一个拉住我。她很坚强，哪怕是遇到危险，也绝不会退却。但与此同时，她也有一颗无比柔软的心。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，就是和他彼此相属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会祝福我吧？够了，这样就好。
你看都下雨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不着急，等之后找个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就好了，他们不会介意的。走吧。到时候看情况吧。我们……什么？哎，你别，我……抱歉，我不能给你这样的承诺。你和杨哥是不是都以为，我这次的不愿意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只是因为我的病？因为我笃定自己活不下去，所以我宁愿什么都不做，对吗？不全是吧？至少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真的已经乐观很多了。我真的也开始慢慢的相信，只要我坚持得够久，也许有一天奇迹是会发生的。你刚刚说只争朝夕，是吗？那听起来的确很美好。可是，你真的明白只争朝夕的后果吗？我固然可以只抓住眼前的幸福，可是谁来承担结果呢？不，如果是最坏的那个，你只能独自承受。你想象过站在我的墓碑前是怎样的光景吗？那边第3排左数第17块墓碑，是我为自己买的。定下那块墓碑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你独自站在墓碑前的模样。我当然可以什么都不顾，向你求婚，为你戴上那枚戒指。可是以后你怎么办？最好的结果是我活了下来，那自然万事大吉。可如果我怎么能让你以未婚妻，甚至是妻子的身份站在那里为我哀悼？你那么好，如今拥有的这些，对我来说已经是种奢求了。人不能只靠期望活着，也不能只为了眼前的这一刻活着。你不应该被更进一层的身份锁住手脚，困住。未来，
你没有经历过亲近的人离开自己，你不知道生死相隔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。以前每次扫墓时，我都会想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如果他们能陪伴我长大，该有多好。可每想一次，遗憾就会被放大一次。我把想念寄托在遗物上，寄托在这一方墓碑上，可终究是徒劳。我不能让你像我一样，带着遗憾过完剩下的人生。我必须尽可能减少你的痛苦。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把我们的未来规划得很好了。我不后悔向你告白，但也只能到这一步了。剩下的时间，不论我还剩下多久，你都可以随心而活。我？那不重要，真的，我很好。我好像说，有叔叔阿姨的照顾，还有你的陪伴，我过得很好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是因为我不想让。我那是因为我爱你啊，我爱你，所以我不能不为你考虑。这几乎已经成了我的本能。我就像是你的骑士，你令我甘心奉献，俯首称臣。我既不觉得委屈，也从未因此难受。现在这样没什么不好。所以，就算我们之间没有婚约，也什么都不会改变。我会一直爱你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小心别感冒了。不是的，你别这么想。你是说，或是痛苦，或是欢乐，因为它只为燃烧而燃烧？
我不希望，我想，可是，我……喂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喂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已经到闭园时间了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离开。我们先回家吧，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。爸妈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下次再来看你们。雨过天晴了吗？以后，你可以陪我去看更多的风景，寻找更多的奇迹。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想，杨哥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个戒指盒是我做来送给你的。同时，我还做了一枚戒指。但我想他应该不知道，其实在做这些的过程中，我一直都很矛盾。明明理智上很清楚，这么做是不对的，我不能再奢求更多了。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我甚至忍不住去想，你戴上它会是什么样子。那个时候，我想了很多。想我们的重逢，想我们的现在，想那过去的8年。后来，我还想到了儿时的时光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是那个听话的孩子。我总觉得，比起自己的感受和需要，守护叔叔阿姨，守护你，
才是更重要的事。我要勇敢，才不会让别人担心，才能保护你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或许我也曾经委屈过，但时间一直向前走，渐渐的，我就习惯这样安慰自己了。可现在，我好像越来越无法欺骗自己的心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说的对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无法否认，我再次因你动摇，在你面前，隐忍也好，犹豫也好，最终都会化为乌有。不曾相见的8年已经证明，距离和时间都不会让我们疏离。而我的犹豫和逃避，也让我明白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被你吸引。对于命运，我没有畏惧，可我低估了你的决心和我自己的贪心。明天会是最后一天吗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今天，我想只为自己做出这个决定。你是我的一把钥匙，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打开我的心房。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，也不知道未来我是否会因此而后悔。但正如打造戒指时，我不假思索刻下的单词 “Devmo”， 我愿意将我的过往、我的未来都献给你，把我的灵魂、我的心都刻上你的名字。唯独此刻，我决定坦诚以对，不为任何人，只为自己。我想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我想和你并肩而行，共争朝夕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。所以，你愿，请让我再一次正式地成为你的家人吧。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是吗？可是你也没有说清楚规则。
果酱而已，我会打扫干净。你总是乱动，我要怎么替你打扫？好甜。果酱，还有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那就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果酱也好，你失去的心情也好，我会负起打扫的责任的。你只需要看着我，然后把一切交给我。这是我同你走向未来的约定。今后，不论发生什么，我将始终陪伴在你身旁。钻石当然也是我切割的，不难。你想看的话，改天我做给你看。其实，我也考虑过其他宝石，但是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钻石的含义最好。我曾经害怕。指环于你而言是束缚，所以我迟迟不敢开口。现在我觉得，这是我们并肩而行的见证。我会紧紧握住你的手，在每个朝夕。我曾经现在我 ，dévouement 是法语中奉献的意思。可这个词，是因为我想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。我对你的爱，不需要回报。